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志雄。我们国产今年白皮仿赛4大天王最后一位 QJ Motor 赛600 RS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频道。那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压轴的选手？我们来盘一下。他继承了赛800的性能，赛600的名号，又有自己 RS 的身份标签，在 QJ 的体系里算得上3重刘德华了。而且整个销售过程令人匪夷所思，以不到38000的售价，丰富的配置，在仅有一张图片甚至都不算 PPT 的情况下，就豪卷了几千台的订单。不敢相信，这种感觉就好比告诉你武藤兰卖炊饼是一个电视剧一样，而且收视率还不错啊。那么这台车究竟看起来怎么样呢？今天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我们来看一下赛600 RS 的骑乘三角，它的坐高数据是810，在中大牌的仿赛里面算比较友好的标定。跨上来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身高170，臂展170，放体重75公斤，坐上来把减震还能压下去一丢丢，双腿自然垂直，不能做到全脚掌着地，大半个前掌着地，还是比较安心的。脚踏位置在这里踩上来啊，没有特别高和靠后，腿部呈一个自然的弯曲状态，强调一些运动属性，但真的不算是过分激进啊。握把身体有一点前倾，肘部甚至还有一点弯曲的余量，所以特别符合它车身的一个定位，就是一个街跑可以休闲骑的啊。趴车的姿态给大家做一个参照啊。我这一身的话，我觉得就我这个体型跟这辆车还是比较搭的。那参考它的轴距有1450，我觉得180左右的骑士骑乘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好，那么主驾的部分咱们就展示到这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副驾驶啊。其实副驾驶面积是比较小的，但是海绵填充，你知道这个海绵体捏起来还是挺软的。哎呀，给，你不要乱说啊！什么叫海绵体捏起来挺软的啊？反正不太建议大家做人啊，因为这个驼峰你知道真的是比较小，仿赛嘛啊，当然要是硬做的话，我也可以理解啊。好，骑乘三角的部分咱们就展示到这里。好，我们来看一下赛600 RS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就红色的版花漆水的质感，我刚才在撕膜的时候就挺享受的。这台车很多人说是 PPT 卖车，没想到实物看到啊，竟然有一份精致感啊！赛系列的外观就是典型的跑车制式嘛，你从侧面线条还是正面来看，那种速度感、力量感传递的都是挺明确的，就好看啊。但是赛系列的外观辨识度其实真的有点低呢。那拿这台车来说，如果你不了解 QJ 的产品体系的话，没有看到侧面这个拉花赛600 RS 的身份标签，你一定会把它认成赛800的，对吧？啊，当然你已经不熟悉了，也许对赛8长什么样也没有概念啊。赛800、赛600、赛600 RS 亮剑版 Pro Max。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想从这台车外观上获得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显然是做不到的啊。正面来看一下，作为一个4缸重机，那种宽度、尺寸感、饱满的感觉，我觉得传递的是挺明确的。赛系列的前脸没有什么问题啊。风挡的面积不大，但是这种透明红色和黑色颜色的搭配，其实质感挺好的啊。原车预留了行车记录仪的口，但是没有装啊。然后反光镜底下是卡榫，支持手动调节，需要的力量是比较大的。它没有做成反光镜和指示灯啊融为一体的一种设计啊。那么的转向灯在哪？在底下。哎，大家看到一排灯珠啊，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库存啊？这个灯珠连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我的感觉啊。大灯其实挺享受的，但今天不能亮灯啊。修饰眉宇，聚精会神，底下4颗透镜，特别像某马的那个汽车感觉啊，挺凶悍的。亮灯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比较享受的啊。侧面的风刀它是单独出来的，没有做像赛450、550一体式的那种表达。不过它用了一个高亮的材质，看起来还挺享受的。你看这个黑色、红色，这个调的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前减可以调节的马祖漆搭 Brembo 的卡钳，浮动盘的双碟啊。这个车轮毂贴还没有贴啊，但是它是有的。不过这个事情啊无关紧要，贴了也可以自己抠下来 DIY 了。而轮胎尺寸前120后180，马吉斯的这套胎啊，大家我看网友对它的评价其实不太高啊。那么等这台车能骑了，或者后续我找到车的话，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啊。你看挡泥瓦这种漆水的质感，老实说这台车虽然是PPT 卖车的，但整体的质感啊精品感还是有的。侧面的拉花身份名牌600 RS， 我们从侧面的板材装配工艺还有车架的焊缝啊这些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感觉还挺在线的，是不是啊？你包括底下开一个小口，露出4根排气管，算是它身份和体量的一种证明了。发动机的部分也有一个边盖啊，当然这块的话是和赛800不太一样的，赛800那个是黑色，这一次做成了一个红色，一体性会更强一些啊。然后发动机核心的部分也有过百匹的能力，和赛800那个发动机的话，其实就是改了缸径的一个行程啊，那能力应该还是挺强悍的啊。然后车架部分焊缝啊，还有这种金属质感，悄悄看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嘛，对吧？然后脚踏的位置啊没有特别高和靠后，符合它街跑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然后排气的部分看一下，它没有像现在那种3缸车啊中排量的
采用了一个底部隐藏式的，它还是做了一个传统的尾排，但是这个转折的部分，老实说我是不太喜欢了啊。从后面看一下，您对这个排气的整个造型怎么样？可以评论区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啊。然后后减震也是马祖奇提供的，它是一个直连的结构啊。那当然，它这里可以支持手动调节，哎，你知道吗？这个配置就很吸引人啊，和同排量的同价位这些车比啊，你没有我有，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可以说到的一个点，看着就还挺享受的，对吧？然后后轮胎啊也是180的一个宽度，体量感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后刹车也是 Brembo 的单碟单活塞这样的一个配置。那么等到动态部分，我们来感受一下它刹车制动这个性能表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好，转过来看一下座椅，坐垫和油箱的切角比较平缓，对于小挎熊的照顾是 OK 的。而且我骑赛800也没有发现顶压这种情况。那主驾的舒适性在这个级别的仿赛里面绝对算是名列前茅的，不管是面积的大小、海绵的填充还有厚度，舒适性上绝对是有保障的。那么红色的缝线也为它增加了一丝运动的气息啊。然后尾部造型看一下，也做了一些空气力学的设计啊。然后它翘的这个高度我觉得比较适中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油箱这个高度啊。那么副驾驶以它的面积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驼峰，但是你按压下去又挺软的，那另一半到底要不要坐这个位置？那选择权还是交给人家，对吧？尾部的造型比较干练简洁了，也有我们熟悉的那些元素，你可以看到这一排的灯柱，对吧？也预留了行车记录仪这种位置啊，但是原车都是没有装的。那么甩不甩泥呢？我感觉还好，因为它的后面好像增加了2个配件啊，到时候有机会咱们挑一个雨天专门来鉴别一下。金属的后摇臂感觉还行啊，包括这个挡杆的位置也可以通过螺丝的调节来进行一些角度的细微调整啊。那这个车骑起来到底和赛800有多大差别呢？其实一直是我一个好奇的部分啊，包括操控啊，包括马力的这种表达。好，我们转上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啊。第一视角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身份名牌600RS 一个红色的标题啊，这个黑白红的一个搭配其实挺醒目的啊。我们先看油箱，油箱容量16升，而且加持感还比较好。你看这个我刚刚撕完膜，这种汽水的表达，底下那个拉花是可以撕掉，但是 QJ Moto 这个是印在清漆底下的啊，又厚实又比较明润，这种光泽感就开门这个东西老的没有问题啊，嘎嘎开门的一种感觉啊。上3星的连板做了镂空的设计，但我自己更喜欢921的那套，我觉得那种豪华感要比这个传递的更明确一些啊。它也是一个锁芯没有无钥匙的启动啊，然后原厂带了一个球头锁的螺丝啊，那我们如果要出去玩的话，这个配置还是挺方便的。那这一套按键模组又用回了原来那一套，它没有用像赛 550S 那个全新的布局啊，但是这一套用起来也还行啊，这种颗粒感呀，阻尼回弹按压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你包括这个点火键这边看起来，对吧，都跟我的这种拇指其实挺匹配的啊。还有拉线的油门，还有 Brembo 的这种上泵的手感到底怎么样？我们动态的部分倒是跟大家做一个反馈啊。然后底下这里有一个 USB 和 Type-C 的插口，也可以支持我们拓展一些设备，而且这个键帽盖上以后也有一些防雨的设置，还挺 OK 的，对吧？今天这个车没有通电，所以仪表的部分我们就不展示了，当然也是熟悉的配方了。那第一视角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熟悉、很规整，新鲜感少了一些。对比它大哥921的话，豪华感的氛围略逊一筹啊。最后咱们简单总结一下这台车，虽然不能骑，但是从静态方面、质感传递、漆水啊，以及你结合它的配置38000的一个售价来看的话，在今年白皮仿赛里面，绝对算得上是竞争力很强的一台车。QJ 其实杀意满满而来的啊，它可以继承赛8的名号，对吧？啊，又可以继承赛600当年那么多的销量、用户群体这种数量啊，其实还是挺可怕的。我觉得竞争对手应该能够感觉到这种杀意啊，仅靠一张图片 PPT 卖车就可以豪卷几千辆的销量，想想还是很吓人的啊。当然，它的竞争力也给自己带了一些困扰，比如说现在赛6啊、亮剑版啊、赛800怎么卖，我有深深的疑虑。但这个车不管怎么看，都有成为爆款潜力，成为下一个 QJ 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对吧？期待早一天骑上它。